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题材是一种诱使画家不断开发新的绘画语言的一种触媒。是的，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题材是有意义的，超重要，超重要。 12, 11, 10, 9, 8, 7, 6. 谢谢大家特地在这个周末午后来到台中的台湾府卢考棚来参加我们杨丽跟沈老师的对谈讲座。那今天这个对谈讲座是专门为了这个盛世之后的杨丽的个展。那我是这次的盛世之后展览的策展人，我是Vincent 蒋少宇。那我非常荣幸可以见到这么多的各位来到现场，听这个非常有深度的对谈与内容。嘿呦！ 很好很好，感谢一次就够了。OK， 就是我会请到沈老师，是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有对应的机会，才有沟通的可能。毕竟我在台湾人讲话的人很少。OK， 那沈老师排解了我很多寂寞的夜晚，寂寞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他，干搞什么事情，然后那他就对当我的垃圾桶跟智囊团这样子。然后很多节目也是他策划的，是一个可以说贵宾中的贵宾，所以就是等一下请沈老师就先来，反正我没有套招。 我们就是闲聊 ，OK， 好来，我们就是单刀直入的直接来，就是杨丽这个展叫做盛世之后，其实从你在北美奖对那个时候的作品就有这一个倾向，就是你的画面有的时候如果喜欢看议题的人，他其实可以从画面中的图像找到一些材料，把它组织成一个议题，但是就是说当他想要 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命题作文，用这个来取代画面的意义的时候，你说在你的作品里面，你反而会强调说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关键，对，就是重点其实是你的画作、你的画面，尤其是绘画上的处理。今天我想要从这个角度去谈，就是说这种图像，包括说它的内容、它的内涵，对于这个你画面的构成本身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作用？我想先从这个地方开始。意思是沈老师问我是说。 我的画什么跟怎么画这两件事情是怎么结合？对，还有他的观点，以各位的这个成长经历来说，它更像是说从90年代开始有一种狂欢，对，那种全球化带来的狂欢。那这个狂欢本身呢，它其实在10年后，就是大概2000年初，基本上随着911就有一点破产，它的这种梦幻的泡沫好像就是分文不剩。所以我想这个盛世之后的这个盛世，年纪稍长一点都曾经经历过的。 然后，所以这个盛世之后，这个主题其实非常的明确。当然，我想恐龙也是另一种盛世之后了。对，那他们是上一轮的盛世之后。对，上一轮的盛世之后嘛。那其他的这个主题，你可以看得到说，直接让你想到就是星条旗啊，对，跟这个战争啊，然后蝗灾，然后还有这种沉船，或者是这种月球上的宝藏，然后总之当然还包括台积电。那这个其实就是杨丽喜欢描绘的这个主题。 这些主题从几个角度下去讲，第一个就是说你喜欢描绘我定义上庞大系统的崩溃，但是这个庞大系统的崩溃，它其实可以反映在两个面向，一个就是题材，就是有什么题材是庞大的系统，而且可以描绘它的崩溃；另外一个就是你要把它转成视觉语言嘛，所以就是说在视觉结构上，你如何描绘一个庞大系统的崩溃。OK， 我先讲一下对于庞大系统，我是怎么想开始画跟怎么画的啦。 其实这种庞大系统，在我的画当中，很像是那个以前我们有些那种自然课本，它会告诉你蚁穴长什么样子，它甚至会告诉你原子核，然后帮你 zoom in 放大，然后告诉你原子核里面有什么各种粒子之类的。对，然后我会觉得那一种图像，它好玩的事情是它不是我们肉眼可以直接看见的东西，包括蚁穴它本身是暗，它不会有光芒，它也不见得是二维剖面下的东西。 但这种图片总会很深刻的影响我，就是它能够给你一个不可见的这种庞大。那这个问题主要是我在以前的时候去史特拉斯堡画写生。那大家知道史特拉斯堡在法国，它是一个运河城市。那个时候跟我去的一个人，他透视画得不好，所以他很奇妙，他画一画会把史特拉斯堡后面的那个 地图他所知道的部分给画出来。我看完他的画之后，我就有种感觉，各位知道吗？其实人是很难把一整条运河画出来，除非你画地图，因为你永远都只能画到这种所谓的一山一景的一个透视。
那我在那个当下，我就突然觉得所知跟所见其实是不一样的。那通常我们所见的东西，比如说你今天所见是看到蜜蜂在采花蜜，但其实背后看不见的是蜂巢，然后工兵系统等等等。你说我怎么样去把这个系统给描绘出来，其实就是把那个图像尽量的给搬出来，就用那种自然科学书当中的那种东西来处理我的题材。在你前面讲的那个14个，那个是因为当代艺术的毒打。各位，你们可以想象吗？其实很多东西它入不入画，是需要画家来处理这件事情。在以前能被画的花啊、鸟啊、人啊、风景啊，这些东西都是好入画的。也因此，画家多半在这种体系上来之后，他就会画本来就很在这种脉络里面能入画的东西。可是我当时就有一个很深的担忧，当时我人在法国，我去每一场当代艺术展览，我都觉得天哪，比如说后现代这种东西要怎么画，这些很大的词，我到底要怎么去描述？然后这时候我就会有很大的恐慌，因为毕竟我妈给我的钱还在那边烧，我任何一场当代艺术展览我都不能上，我会有一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对，所以那时候就在家里憋大招，想说好，那我现在开始我要让自己很陌生化的训练，不断锻炼画那种没有画过的东西。这里面的确就会讲到你讲的那个问题，就是说，那他要怎么样变成人画的？所以这时候草图啊，不断重复啊，这种东西就会出来。所以今天各位在座看到的每一张画，你但凡觉得有点陌生，没建筑艺术史的、绘画史的，那通常就需要大量的草图翻译到它可以被画。而且我觉得，只要我不停的做，把不能画的、不入画的东西入画，我就会很独特。这是我自己在，就是说给我自己在整个绘画的那种系统内的定位。我想的其实是说，其实这种题材，欧洲古典绘画里面它不少见。就是说我们在描绘一个巨大的系统的崩溃的时候，比如说战争比如说瘟疫，还有罗浮宫倒塌那个什么预备和谁画的，对，或者说像什么劫持杀逼妇女，像这些题材本身，它也在描绘一个巨大的系统的崩溃，对不对？一个帝国的灭亡，然后焚城，这一些题材本身它其实是悲壮的，对。然后这个题材本身其实大量被描绘，而且其实它在雕塑上也不断的出现了，对不对？所以它千年历史。那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在今天欧洲绘画的这个脉络底下，然后我们要去挑动一种我们这个时代如何去讨论一个巨大的系统的崩溃的题材。那么这些题材本身，它不仅仅只有时事可的作用，它也在挑战说我们怎么去绘画，怎么去描绘今天的一个系统的崩溃。除了题材之外，我还想要讲就是画面。画面来说，就是你要描绘一个巨大的系统，本身就有难度，因为你得要制造一个视觉的系统，视觉语言怎么去创造一个系统。再来，你怎么去讨论这个系统的崩溃？同时，我特别是想说，它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时事梗的回忆，通过描绘我们这个时代各种不同形式的系统性的崩溃，而这种系统性的崩溃，它有的时候是，比如说直接可见的，对，蝗灾啊什么的，那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像经济啊，这种它是很难直接描绘的。可是当它被视觉化的时候，除了题材之外，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视觉语言上你怎么重新去描述这个东西，或者你有可能是从古典的这个绘画的构成里面去借鉴的。其实我就是从古典绘画当中借鉴的，因为刚刚其实陈老师讲嘛，他说这种混乱画、这种灾难画是欧洲很传统的一个题材。那我之所以做它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为什么都是你们在讲这种事情？难道我们不能讲一讲吗？我觉得即使很多去过欧洲的台湾人，他其实并没有觉得自己好像有那个高度可以去讲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种人必须得有 ，OK， 所以我就必须得做好。那因为石老师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它更多的是，就是我是怎么样把它变成一张画的，怎么样把我想表达的东西变成一张画。其实讲白了，石老师，你看我们回忆一下，所有这种灾难画，它其实本质上都是风景。灾难片本身也是一种风景片，911被撞啊，或者是什么大海啸来啊，它其实都是种奇观风景。所以我是如何营造的？比如说系统崩坏之后，都是怎么营造的？它是很直接的从风景画当中来，而且风景画当中，因为它透视大，所以你能晒的东西也多，还有你很容易营造比例尺。其实就连我们身后这张画都是在玩比例尺。你看，其实这张画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然后很酷、很凶残，但是其实本质上是美丽的风景，然后前面有很多蝗虫在那边飞，然后由小到大这样子，然后给你一种满城尽带黄金甲这种感觉。其实这里面在起作用的是
大小跟前后，我们就不谈黄忠身上这些很暴力的涂色法。所以其实大小前后，它第一个让人想到规模，然后这里面你只要把它的内容偏向，可以转过去一点，变得更加暴力一点，或者变得更加枯手也好，那它就会达到你刚刚讲的那种效果。我们前面讲的题材嘛，对，然后再讲到画面嘛，对，然后我们讲说题材跟画面其实它共享的一个目的嘛，就是说好像在探究一个庞大系统的崩溃，对不对？可是我想要再继续讲的就是说，我不觉得这个是单纯是出于你对于庞大系统崩溃这个概念的探究，不是，也不是说对这个时事本身有特别的关注，其实你关注的点基本上就是落在绘画上，对，就是怎么画一张好画。你喜欢那种尽量把画面的张力拉大，就是说你其实有诉求的。对。当然，我们今天就是用一个比较粗暴的方式来讲，就是说你舍弃优美，你就是要崇高。对。你就是要悲壮，要崇高。然后，所以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你把你的那种死亡冲动把它点满。我讲死亡冲动的意思是说，其实你在看到一些非常宏伟的东西毁灭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快感。你其实为了画出一张你心目中的好画，而且这个好画本身必须是张力巨大，对，所以呢，你就是只有先要设定一个巨大的宏伟的东西，再摧毁它，它才能够形成这个庞大的张力。对，所以这个题材本身，我觉得是有必要性。我觉得在你的画里面为了实现这种比较强的张力，所以这个题材本身是有必要性。反而相对来说，我们等花一些时间来谈恐龙。OK。但是在恐龙之前，就是我们讲说以这个甚至之后的这个题材，我觉得就你的画面来说，这个选题本身是需要的。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以画面的构，你怎么处理这种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张力？像这种大画，你也可以把它画到非常的精细。对。但是呢，你也可以用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非常粗暴的方式去做来画。可是其实你看，大家可以注意到说，杨丽的画相对于他笔法的粗暴猛烈，其实他的画面的安排跟构成非常细腻。然后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对比，它不是说我很感恩，就是画笔拿起来就散这样子。其实这个画面本身有充满安排，精密的安排。但是相对一个比较精密的安排，试图在里面制造一些混乱。对。可是混乱本身是安排过。对。尤其是以这一张做我们的背景，其实最明显。对。它不只是这个蝗虫本身的大小对比拉得很大，这个甚至有点像土城似的。然后同时笔幅的宽度落差也会很大。对。然后就是运用这个方式，它可以把张力拉满，或者说是拉大。然后还包括说，在很多画里面，大家可以注意到，你通过一些很直接的点，然后那个线本身其实不是一个直线，它是像缝纫机一样的线，这样，它是错开的。不是说塞上式的，就是我要把它组构成一个面。对，你虽然你的面本身是翻动的，可是你只要在处理线的时候，那个线本身都是，我都把它称为缝纫机式的这个线就对了，它是短的，然后力量是直接的。你这个问的一下把我底裤都给拔下来。没有，为什么是缝纫机的线？其实你有讲太有道理的，是因为其实我的油画刚开始是跟油画家学的，但是到后来我是跟纺织品学的。通常我们讲的传统的油画你会在有一些古代欧洲的地毯上看到，然后我才了解，它其实是透过错动去，不管是稳定它，或者是不稳定它，有断点，不会说拉长又平滑的笔触。那同时这也可以规避我本身比较油滑的那种手感，真的，就这是为了去避免自己的一些手感，所以我使用。其实陈老师讲的就是这种，你看这个线它不会是这样子就油滑下来，它会是这样一段。这个也会让那种喜欢东方绘画的觉得我有一种很偏执朴拙的这种感受，所以就你知道吗？一兼两顾嘛，就是喜欢西画的、喜欢东画那个都会一下觉得，我这个人会动啊，所以我就是用这种方法去想这个事情，就涂色法上，我们再回到题材，然后会更好的去谈这个笔触。对，就是以题材来说，我觉得杨丽的画一直有一个特点，就是除了我们刚说的这种死亡冲动或者毁灭的这种欲望之外，你的画特别能够勾起直男的一些被社会禁忌所压抑的一些暴力的快感。就比如说像我自己看了之后，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那个剧目片，这个题材的背后的那个文化本身，它非常的 rough， 格子衫，伐木场，对，然后就是很厚重的靴子，然后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可能在19世纪、20世纪初，然后呢非常的工人文化的体力劳动的感很足的这个东西。对，在你的画面里面，就是杨丽不太会画那种
没有力量或没有重量的东西。如果说大家还记得他之前画的几张画，画一个巨大的脚去踩这些采花的，对，你似乎是在收集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力量的场景。可是其实呢，这个力量本身它并不表现在一些变态的这种血腥啊、残酷啊，你并不喜欢那种阴暗的题材，就是你喜欢暴力的题材，可是你不喜欢阴暗的题材。对，我觉得两者我需要把它区分出来。我最近在说服婉婷重训，然后就是我就形容说，当东西举起来那一刻，像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是人类梦想飞起来的那一刻。然后这么重的东西竟然飞得起来。但是各位这个有眼睛有耳朵的在座各位看一下，这就是当代艺术界对我的题材审判。他这尝试的在我的画当中调出一些很直男癌啊，很这种政治不正确的部分，但是我要告诉你，玉昌都错了。为什么？人家断背山也是穿格子衫啊，是不是？这种阳刚之力也可以是很彩虹的啊。没有这个，你这个例子本身不太正确，因为就是喜欢男生才有男子气概，对不对？这是一个常见的回忆嘛，对不对？所以。我刚刚那是玩笑话，我并没有针对这个题材本身去做什么审判，我反而是想要做一些梳理。也就是说，这个题材本身好像我们说很难，然后就是很直，但是其实它描绘的那个重点，它是指向画面的。就是以画面上来说，哪一些场景本身能够让这个张力比较用不同的质地或是类型来显现，就比如说像刚刚的巨片，它跟这个蝗虫相比，它是一个非常静态的场景。所以就是说，在你的这个画面里面，能够形成这种张力的、带有力量感的场景，它不必然就是这种庞大的动态场景，它也可以是静态场景。可是呢，你在画这个巨片的时候，那个巨片本身是完全平贴着画面的，然后它边缘的尖刺本身就已经非常说明了它的，然后同时还有上面的光影的效果，这个是我想要引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的画面不是只有像蝗虫这种好像整片的看起来是动态的场景，它也可以用静态去呈现力量。这个时候呢，题材跟造型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可是在这边起作用的还有光影。然后这个光影其实涉及到两个技术，一个其实就是高反差的明暗对比，另外一个一样回到这个短线条，这个短线条本身在你处理光影的时候，它也会重复出现，对，就是说高反差的明暗的对比，然后呢很短的急促的线条，然后它能够让这些金属本身的高光看起来更给动出来，对，而且它会有一个好像快要转动的这种错觉，对。2008年的北京奥运。我记得是一个那种护旗官吧，要开始踢正步，就一个人，然后全场的鸦雀无声，就听到他靴子咔啦声音走过去，然后最后把那个五星旗带一甩这样子。且不论我对于这个政权的态度是什么，其实当下看你们会不会觉得有这种可怕的鸡皮疙瘩的感觉？那个可怕不是阴森，对我来说是很奇怪的入侵。毕竟我的生活环境周边都不是这种东西嘛，我生长在中永和、新店这种地方。一出去看都是那种铁皮房子啊，这种炊烟袅袅啊这样子 ，OK， 生活在桃花源的景象，虽然有点挤，这只是一个开始。后来到了法国的时候，你会看到更多以前纳粹留下来的东西。在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对我有一些很大的冲击，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建筑盖那么直、盖那么平，然后盖那么大，好像不是给你住。那种召唤不是教堂的召唤，是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感觉。我到今天我都不能够很直白的说明这个东西，这种感觉是当时在欧洲所习得的。凯旋门是一个观光的景象嘛，可是各位想想，凯旋门其实是一个很中心的，那个门那么高是给人过的吗？那个地方不要有门就可以直接过吗？然后你就会在这些建筑规划跟都市规划当中看到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如果不是说为了把妹带大家去拍什么那种美照的话，我自己都会看着那凯旋门，然后看得有点久这样子。对于台湾人来说，我觉得是很少见的，但那也是让我至今都有一种摸不清是被触动还是被吓到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感受是我画中最大的一个来源，有没有？有点可怕。我想要就是在这个之后接你另外一件作品来延续这个可怕，就是屠宰场。其实你不是第一次画屠宰场。对吧？但你这次有展出屠宰场，你也不只是第一次画这种动物的屠宰或切割。可是我想屠宰场是另外一个概念。我们那边有2张，就是一张是台积电，对不对？然后一张是这个屠宰场。台积电它在一个这种晶圆的这种系统性的生产本身，它其实不太会让你感觉到惊悚。可是当它屠宰场在旁边的时候，在这个画面上，
它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互动这样子，或者说有一种非常邪趣的一种景色啊，然后让我对这个屠宰场本身的构成本身更感兴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空间，这里面呢有非常大的量体，然后被做一些系统性的安排跟切割，其实不带感情的跟冷酷的。对，所以蝗灾跟这个屠宰场相比，其实屠宰场我觉得因为可能他们尺幅不一样，跟屠宰场在空间透视上，它其实需要花更多的力气去经营。对，而且其实因为我今天要处理一个巨大的室内的系统，这个其实已经超出以前室内化的空间的大小，其实非常多。对。然后所以我觉得描绘工厂是另外一个你挑战你的绘画技术，然后拉大张力的方式，尤其是屠宰场。对，屠宰场本身它跟这个巨片一样，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让你觉得有点可怕的，有点可怕的场景。什么样的一种视觉化的这种结构，能够引起这一种审美上的恐惧？去德国的时候，我去了慕尼黑，然后我不知道你想听过慕尼黑的那个啤酒馆的演讲吗？我当时住巴黎，我想啤酒馆就那么屁眼大，就只有卢皋棚这个吧台这么大，要演讲个什么劲儿？可是我到德国才发现，原来希特勒当时在啤酒厂有4个卢皋棚的这个场地那么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觉得说，工厂跟人在德国不知道为什么就产生一种联系，人口可以是被制造的，或者是消费者可以是被制造的，或者是一切都是可以被制造的这样的概念。然后所有的人其实是很同质的，你就是块肉，然后会消费的肉。那我觉得在那个2战的那种人类理性文明的一种高峰的情况底下所出现的那种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缅怀，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智慧，就是那我们是不是今天还是这样？这是一个问号。对，你说这是个美感，我觉得像是一种凝视深渊的一种奇怪的感受，或者像是惧高症，你故意去爬很高的地方的那种感受，就是你凝视那个东西，让你感觉耳边会有风声，这一切会让你觉得毛骨悚然这样子。我觉得你喜欢画一些让看的人觉得自己渺小的东西，让人想要解散掉自己的个体边界的。对，我画画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就是让别人不要画画。就是告诉你们，那个没有决心不要过来。当然是真的有料，我一定很尊重啦。的确是要让人感觉到自己在这张画面前好像被折服。我完全理解，就是说，通常你想要做一个东西做到极致的人，他都会有一个宏大的愿望，对，就是榨干这个东西一切的可能性和未来。对。尽管它的未来是榨不干的，对。可是呢，你总是会有这个记录。对。我榨干了多少给你看，这样子。对。这个的确是我的一种工作哲学啦。是。我现在来讲一个大一点的，其实在这里面就是最直接像风景的一张，就是火山爆发。对吧？而且这火山爆发，我想是很多画画的人，包括说画风景的人，都特别喜欢的一个题材。因为它岩浆很亮，你知道吗？但是就是它岩浆会变成光源。没有，是从岩浆衍生出来的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角色，就是哥吉拉。怀念，黑的，里面会发红光的，就是它的那个皮肤的设计本身就是来自这个火山爆发。没错。等于说你想象的这种岩石会溶解，而且它能够形成新的岩石，就是这个过程本身，它其实就是最直接的地球的力量的显现，而且其实它是少数在你的这个盛世之后的场景里面，就是某种程度上完全就是自然现象，而且呢，它其实也是一个不断被记录啊、描绘啊、叙述的一个古代就有的一个灾难场景。对。但是你在处理这个画面的时候，它不像这一些蝗虫或者说屠宰场的这些安排。对，应该说他们有很多零碎的块面，可以让你做远近的调度。所以我自己觉得在这个盛世之后这个展区啊，我把它就称为这个展区。我觉得这个展区里面火山这件是比较特别的。那张本来就是一种隐隐的爆发的感觉，就它不是那种嘣这样子整个这样子炸开来这样子。其实那一张是少数很难得的这种题材，而非直接视觉感受让你感觉它是一种威胁。因为我觉得威胁比真实面临到的危险更加令人觉得很烦，就像达摩克里斯之剑。我觉得这个也是跟职业有关吧。就像我们这种职业，其实每天都觉得他会有慢性焦虑的问题。那画那个东西，其实你说不是这种缓解，但是会觉得我至少直面这个东西。对，它其实是这样子。再来，我们就是绕到侧边这2张了，说的这个对战，一个是海底，对，然后呢，一个是月球。
它都涉及到海盗船叙事的一个梦想，海底宝藏啊，曾经有人聚集了剧烈的一个庞大的这种资产啊、宝藏啊这些东西的。对。然后，但是这些东西它其实因为某一个巨大的灾难，它就是永远的被封存在一个杳无人迹的这个地方。对。你画的是一个这样的场景。是的。我觉得它就是你也没有使用就是蝗虫啊、牛只啊的这种方法。就是你，因为它们不是同质的东西。对。蝗虫它其实是同质的东西。然后你可以拉开，对，它而且你还设计一种方向性，对不对？就是当这些蝗虫，然后都长一样，而且都往同一个方向飞的时候，它会有一种震撼感，对，不知道他们要去干嘛。然后牛只也是，可是其实呢，你在画这个宝藏的时候，它就没办法用，因为就是它如果都画金币，就是没有什么意思，就无聊啊。对，金币反而在这边只是点缀。对，那重要的其实是里面的一些艺术品啊、项链啊什么，然后就是像这些东西，所以等于说你在画这些宝藏的时候，第一个，你没办法用画面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同质性的拉开远近的技术，所以你必须要一方面要去组织他们，你要画哪些宝藏，这些宝藏的这个造型，然后他们需要去做一些画面安排上的分组。然后呢，那个远近本身必须是流畅渐进的，它不能够是断裂的跟对比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两张技术难度是，或者说安排的用心的程度必须是高的。那除了这个之外，第二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它们都是高反光的东西，因为你在描绘的其实不是我们地表熟悉的这种反光的特性，所以呢，一张就是你必须描绘，同时画海里面的光线，同时处理这个海里面的这些会反光的东西，它看到的样子。对，然后等于说这些黄黄的东西在海里面背后，其实它是一些带有一点蓝绿的这个色调。另外一个就是月球。我这张画其实我下一档展其实会有另外一个版本。因为我后来做完之后，我发现有一个效果器我没有做到。好，简单说，这两张画我在画的时候，其实是来自海绵宝宝的灵感。玉器宝周围的样子，对，它其实是跟海绵宝宝那些有关。但是我其实应该做的更像海绵宝宝一点。只是当时画着，其实就画入魔了，因为金币这个东西很麻烦。如果你画的只是平涂的金，那就没什么。但是我到底是要走它的立体感，还是走它的反光、走质感？这个事情又让我思考很久。那我后来想到的一个方式是用那种亚得里亚海或者是爱琴海的那种很多湾口的海港，把那些湾口的山想象成金币的样子。然后其实这张画本身是一种风景画的逻辑。画完之后，我觉得好看，但是我觉得不满意，是因为它很在线。它是可以说全场最真实的两张画。是。下一档的话，大家可能可以看到，就是更加比奇宝周围的样子。对，但是说这次的它是这样，而且其实还有啦，宝藏这种东西你要怎么简化，其实是有难度的，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东西。我们在简化的时候，比如说这张画背后有画那个士兵嘛。士兵就是一个人，所以它可以被简化。可是宝藏你要怎么样简化，又同时让大家发现是个东西？而且各位，绘画当中简化有一个很直接的难关，比如说用金做成的海盗船，海盗船原本是什么做的？木头做的。但是今天你材质转换宝物的时候，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读或看不懂。而熟悉珠宝的朋友都知道，珠宝本身这不就是材质转换吗？银饰弄个小天使，去打成青蛙的样子，所以画青蛙容易，画玉容易，但是要画玉青蛙很难。而宝藏里面有一大堆这种东西，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任何珠宝，第一张是月球上那一张哦，你们看到那个墙上的那个佛头那边，那个才是后面的珠宝。而你们看到后面的珠宝，渐渐的我舍弃掉很多质感刻画的时候，我就不能够把它做得很复杂了。水晶洞就是水晶洞，钻石就是钻石，宝石就是宝石。我不可能再做出宝石玫瑰花这种东西。就这个宝藏啊，它会让你做出决断。只要你不这么在线，你就只能越来越符号化。这是我发现，只要他经营珠宝绘画的两端，你要么这样，要么这样。这个就是我觉得题材的意义。刚才也有讲说，我觉得就是绘画上我所关心的题材，跟它的这种社会符号啊，我都弃之不管。对，我关心的比较像是说，就是其实你在描绘这个题材的时候，这个题材本身如果你可以套滤镜，它就单纯的变成某一种完全平面的图像。对，这个也不是杨丽要做的。对，就是你也不是关心这个题材本身的社会意义。可是呢，你也没有想要套一个滤镜，什么题材我都能画，把它当成如影
像般的绘画，也没有，因为你一样关心这个题材本身它的光线、它的亮体。甚至它包括说它的厚重感，它的质地，可是这些东西你没有想要用在线的方式去描绘，你想要用绘画的语言去转译，可是这个绘画的语言本身你必须自己开发，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题材是一种诱使画家不断开发新的绘画语言的一种触媒。是的，就是说，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题材是有意义的，超重要，超重要。不只是说它的社会符号或者时代意义是什么，也不只是说。画家喜不喜欢这个东西？还包括说这个东西对画家来说它的挑战是什么，或者是它的难度是什么？一个巨大的东西，或者是一堆细碎的东西，哑光的，或者是高反光的，棱角分明的，或者是边缘柔软的。然后这些东西，画家必须创造一个语言去讨论它，而且这个语言的开发本身，它其实是脉络性的，别人开发过的。然后我有的时候可以，我还不能够这样用嘞，或者我借用来继续开发，或者我直接开发出一个新的。可是如果我没办法承袭的使用，因为在这个尤其是现代画家这个行业里面是不允许你直接拿了别人东西走的。对。后来我的珠宝的其中一个解法是回到美国漫画，它是固有色直接加黑。对，因为它会直接产生出反差感，那我就暂时就想管他的，反正他们是画漫画，我就觉得我可以用这样子。这是我后来想的招数。后面的另外一张佛祖那个也是美漫佛。确实就是，如果说你面对这一些细碎的，可是又大量反光的东西，你太着迷在它的细节，最后就会变成是一些再现。但是那这个时候，你刚刚说一个解法是什么呢？符号化。对，可是呢，如果当它变成完全的符号化的时候，那就又挂了，它又会无聊了，它又会变成是图案。对。但是就是你肯定不想搞图案，对，最左边的那个水晶洞啊，然后还有就是紧邻着它的就有佛头的那个，对，少林功夫好那种。你也要处理这个宝石，然后也要处理底下的那个金属的这个，比如说杯子，然后台子啊，这个东西，它也有反光，可是其实你完全不处理那个反光的东西本身的，它就是鲜艳的颜色带过，然后反而你刚说的那个漫画，其实也就是这边的那个黑色的线条，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刚刚在谈的，在这边看不到的短直线，在这边又重新出现，而且这个短直线本身不细碎，它更粗。然后更直接，那所以我觉得它不是一般的这种符号化，但是确实漫画在做这个东西，因为以漫画来说，第一个它的线条必须简洁，色彩要干净，因为是版画，以前的版画。但是除了版画之外，就是漫画单张的这个漫画，或者是这种多格的这个漫画，漫画本身它的讯息其实是通过你流动的视线去产生。这个资讯的接收的，所以等于说我必须要通过非常少的线条，呈现非常强烈的意涵。那等于说，因为它跟资讯量有关嘛，我在单张画格里面如果画了太多的线条，它其实会形成非常不流畅的阅读节奏。所以就等于是说，我的线条必须少，它才读得快，它才有一种快马加鞭的阅读的流畅感。可是呢，我的线条如果无聊，没有人会再停在这个画格上，这个画格又白放了。所以我又要放这个画格，这个画格的线条又必须有意义，而且它必须有张力，它的线条又必须少。它的线条的精炼其实在于说，有关于这个画面，我必须保留某一些线条，我到底要保留哪一些？它跟图案或设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所以呢，我刚刚说漫画的这个招能够解就是这个图案设计的这个困局。就等于说，如果我要把它简化，有这两招的话，漫画确实是一个好招。等于你刚刚调动了一个参数的密度。对，它是个密度问题。而且它同时也能处理到动态感。所以等于说，其实像这个完全是进入的这个场景，它的光线其实是里面唯一会流动的东西。可是通过漫画的语言可以强化它。反而就是以这个来说，它的密度那么高，它反而它的力量下降。然后反而我们把它的密度调松之后，它的力量会显现。所以等于是说，你为什么画的简单啊，然后画的强烈、画的粗暴，很大的程度都是为了你要把这一切保留给画面的力量。因此你必须适度的把某些东西调松。这个我也会想到说，其实很多人他在做绘画的一个困局，通常就是在
在画面上投入太多的时间，把那些时间消耗在不必要的重复性的事情上。然后随着那个画面你施加的做工的密度越高，它的效果就成等比的越低。你是说打磨啊、罩染啊、泼漆啊？没说，没说，对。这个时间到底是怎么安排？就差不多啊，聊完恐龙差不多啊，讲到恐龙差不多嘛，我们就来聊一下恐龙。我一直觉得恐龙是你的，如果有人针对你的画面的题材总是挑三拣四的话，恐龙在某种意义上是很清凉的一个，意思是说，它不会首先让人感到这种题材上的对观看的人的某一种挑衅啊、冲击啊、某种压迫啊。因为你画的这个恐龙本身啊，当然从题材的概念上来说，当然也是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非常巨大的这种猛兽，但是只是题材嘛。对，但是题材嘛，这个就完全只存在于题材嘛。实际在描绘上的话是非常童趣，所以当然它还是有一些力量的画面，但是这画面本身更像游戏。它很像你看到这种老虎跟狮子咬在一起的这种游戏啊，猛兽游戏的这个场景，而且它的童趣更高。对，那所以就是以题材来看呢，它跟你之前暴富或炫富的这种珠宝的，或者说是灾难的啊，或者说是破坏的，就是这些题材其实完完全全不同。与此同时，我想说的是，它在画面语言上也非常不同。那我想大家应该知道说，无论是杨丽，或者是说我们对于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画家的期待，就是不断的去开发这种绘画的语言。对。然后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想要聊的，我自己觉得的一个重点就是题材的更换，还有思考，其实是一个触媒，它促进就是画家在开发他的新的语言。对。而且这个语言最后也可以用在其他东西上。恐龙。就是这个新的题材，而且它经常只用这种带有童趣的方式去描绘。与此同时，你在画恐龙的时候，其实相对于你之前的脉络，是一个全新的，至少对我来说，新感受。对，而且应该说在画面的技巧上，其实也是。你其实，在画恐龙的时候，不太用这种风景的逻辑，好像强调它的这种透视啊，然后景深啊，然后呢距离啊，然后呢你也没有用非常复杂的场面调度的方式去安排。其实如果大家看过杨丽早期的一些恐龙的话，它其实更像是比如说电子游戏的画面，对，或者说折纸，或者是说七巧板，你借由一个更回到平面的画面上的更绘画。然后呢，其实我会说就是更单纯的回到结构跟量体的思考的，所以就是反而你用了非常多非常几何的，它不是图案化，但是它其实是几何化跟分割化的，有一点像折纸的这种趣味的方式。那个恐龙其实量体它还是有被表现，它不是平面的图案。可是呢，你在处理那些恐龙的时候，它跟真的恐龙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当然，它的身体姿势还是有引导性的作用。可是其实你在恐龙里面想了很多，你在过去的场景里面没想的事情。对。我跟你讲，恐龙的制作这件事情很好玩，它很像是《神鬼战士》的最后一幕。就《神鬼战士》前面不是在斗兽场打乱七八糟的吗？那最后一幕他是到阴间，然后走过去，然后手不是在抚摸麦子吗？这一幕后来在《复仇者联盟》也用上嘛，就灭霸不是把一半人口干掉之后，然后走过去要摸麦子吗？我在做恐龙的时候，是我生涯的情绪阶段当中很需要这种平缓跟舒压。你会看到很平缓的风景，会觉得想流泪的那一种，就忽视背上的剑伤，然后淡淡的说这个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看这个河心海晏，太平盛世，然后我可以隐居的这种感觉，就你会有这种冲动。你前面讲的都死亡冲动，就是干我要开车然后去撞墙啊，我要干爆这个社会啊。然后后面你就会觉得，如果大同世界来到的话，或者我想要这个世界来到的话，我可不可以也是这样子，就是摸着麦子，然后这样走过去这样子，这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画恐龙，我终于觉得我可以不用再蹭。像这张画我画了5个礼拜，然后画到最后觉得靠，怎么那么累？当然我前面草稿都做好，而做草稿的时候就是我要让你们觉得你们都去死，不要画画了，看到没事叫天才这样子。可是画恐龙的时候就有一种真好。有这种感觉，而且我说真的，我觉得画恐龙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是变成一个画家，就是我的发想到它出来这个过程是很快的，1天以内的。然后看完之后，这边看很久的。我这张画，这边很多画是画完按下一张，画完下一张，我会忘记我画了什么。
太考虑那个就不是，就是你终于可以享受静下心来去安排的这种事情。我觉得那都不是童真的，我觉得是一种老人趣味，就是我反倒是平淡天真，对平淡天真，对，就是他在这种冲动底下画出来的东西，然后我真心觉得我那样画，我好像更像是在做画家该做的事情，也不用在题材上故意给你求一个会让你掉眼睛的东西。哦，对。里面大概有几张我自己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就是比如说你在画甲龙的时候，那个甲龙的背水沟盖，对啊，像水沟盖或者像这个挖佛，就是对，就是等于是说，其实你习惯的这种强烈对比的方式，就是灰色，然后这边勾黑线，这边勾白线，对，所以它的那个对比就很强烈的就出现了。可是你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更像是你最后用你说的漫画式的语言来处理那些宝石这种效果，也就是说它的形或者是意义最低限的存在，但是呢，你没有必要再为那个资讯的所有细节负责，可是你仍然受那一个题材的某一些你筛选过的最低限的资讯引导，对，然后去做。所以除了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水沟盖之外，对，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像那个翼龙那一张，这是很少见的，整张几乎都是用喷的。对。其实你以前喷的语言，你会很节制的使用，因为喷它其实是形成的那个语言本身相对限定，机械式的，对，就是很晕，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呢，我要做一些带有一种影像感的，然后模糊的雾状的，所以我整张就用喷它就会看起来雾雾的嘛，对，我就做这个东西嘛。那或者是说呢，我就是用一个比如说遮蔽。然后这旁边再喷，很锐利，对，它就会有一个锋利的边缘线啊，可以去做这个对比。可是其实如果是以这张来说呢，它其实没有在特别讨论喷这个语言的概念，但是它就是很直觉的用了喷去处理那个翼龙身上大部分的这个东西。对，然后包括说后面的，当然后面那个草，你之前在一些画慢跑啊、画运动的时候就有用过这样。它那个是水波纹的，它那个水波用点的，就是这个其实你之前在画一些慢跑的时候就有看过这样子的这个处理方式。对，但是就是以这个作为底，再用画笔去处理，我们说它提示出它的一些结构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处理方式让我觉得说直觉跟享受多于安排跟规划。对，旁边的那个暴雨其实也是。对，其实就是说，我就用简单一两个方式。它那个是看笔水，是，对，就看笔水，对，就是说我用相对比较简单的、比较直接的方式，我也为这个题材最低限的负责。可是我在处理一些不再是被那个题材大量引导的，比较多是从绘画本身去处理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恐龙的题材，它大概有这个表面上看，就像杨丽刚刚说的，就是一开始你会觉得是很可爱的、有趣的，或是童趣的，对。那后面你会觉得，其实你在做一些受题材引导，但更不受它左右的一些在绘画上更自由的去做的东西。尤其是在那个暴龙的左边那一张，粉红色恐龙，对，粉红色那一张其实是你在比较早的恐龙系列的时候就会出现的一些做法。对，就等于是说，我就回到一些短线条的描绘，我甚至不用去考虑它的内部这个着色要把它涂满了，变成一个亮体或者是什么的，对，好像就是只有线，就是只有一些短的线，然后这个线它当然也有一些方向性，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看起来像是动画的画面或者它也能暗示些什么，但是我也不要让它完全的对服务于画面的解释上。然后呢，你看那个树，它也拉了一些像椅子一样的东西，对，所以你也不会觉得它很平。对，它也不是一个好像画游戏机，因为你以前画一些游戏机的画面嘛，是的，它也不是游戏机的画面。对，可是你想说这个镂空意味着什么呢？这个线条意味着什么呢？但是这个椅子本身要把它搭回到一些带有实体场景的这种意味在。也就是这个，它让我觉得很超脱了，就是至少不用用在线，不用这种感官的这种吸引力再去抓眼球。而且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前面这边的东西是很抓眼球，导致于反倒这次来大家很喜欢看那边的东西。